用过双萤幕就知道非常方便，所以我想要有一个第二萤幕。手边刚好有这一台坏掉的电脑，我打算把它拆解之后呢，用它的面板来做一个第二萤幕。这是我从笔电上面拆下来的萤幕，它就是一个面板，啥都没有。然后我有买一个萤幕驱动板。现在风险就是因为那台笔电死透的时候，无法确认这面板到底是好是坏，我只能直接把萤幕驱动板买过来，直接做测试了。如果它没反应的话，那我就 in trouble。有反应我就 bingo， 单压成一，电源 get， 驱动板本体，我是希望它可以吃我笔电 HDMI 的讯号，让它成为我的第二萤幕，所以这个是特别选一个支援 HDMI 的驱动板，连接线、排线跟开关之后，顺利的话可以靠这里控制我萤幕的亮度。这是你大学学的吗？我大学是电机系啊，但是这种东西理论上你是一个电机小白也是可以做的。电机小白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对电机是一张白纸，因为现在你说连我也会吗？应该对啊，就先接一接啊。那你要不要让我装装看？我害怕。那我刚刚把它大概几个零件接起来之后，现在要来通电了，有点刺激啊！不知道会不会把我们家给炸了？什么？我要离远一点。你自己录好了。哆来咪嗦。等一下，好可怕哦！没事。4.5电源灯亮起来了。那个 HDMI 信号一直吃不到，我现在来试 VGA 信号，究竟调一下，应该可以调亮度吧？好帅哦！亮度up。对吗？好，然后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，不要让它这么的裸露。之后我就会有一个第二萤幕啦。看看这是什么 HDMI 讯号。他们在客服超废的，说 HDMI 讯号吃不到，然后他们就一直打不出来。后来我自己发现，你要进到 menu 里面，然后这有个信号源，你要进来这里做调整。它初始的设定是 VGA， 然后一直吃不到 HDMI。那现在我把它调成 HDMI 之后，它就可以。OK， 所以这样这个板子的功能我已经测试完成了，两种讯号都吃得到嘛，萤幕也正确显示了，然后亮度、对比度都可以做调整，开关这些功能键也都是正常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来把它，因为它现在还是很原始的东西嘛，就要发挥我的美术细胞，来把它美化。哇，这很酷哎！你看，你用的那些萤幕背后，我又不要牵线到这里来，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焊枪焊锡。我刚刚去电子街要拼头，结果就死活跑好几间店，他们都说没有这种拼头。可能因为这台电脑太古老了，所以这是古董，这种拼头现在找不太到。我现在想到的解决方案是，就买了单线线等等，我会从这里把它截掉。因为我也没有那个焊锡嘛，所以我会把它做一个交缠之后呢，我买了热缩管。我刚才试了一下，效果是还不错啦，就是把它交缠之后用热缩管把它锁起来。虽然也不是说什么非常正确的方法，但应该是个还行的解决方案。我们要实验家的精神。那现在最怕就是我等等在这里，我现在我也没有拨线权，我
我现在是用虎头钳在那个拨线，万一这里拨线失败，我估计一下，我大概有3次机会吧，3次都拨线失败就挫赛了。现在完成了，我把电路板都塞进这个小盒子里，这算它的尿袋啊，看起来比较像尿袋，很丑，但应该是堪用。现在来试试看，然后开关露在外面，我不想吃。好，现在来试试看，究竟我的废品回收利用的第2萤幕能不能成功呢？好，那现在要来试着输出我的讯号，看我究竟有没有成功呢？Hello， 起床 ，OK， 看起来非常棒，运行良好，拉过去，哇，我的第2萤幕哇就这样哦，长出来了，所以这计划非常成功，现在看起来是一切状况良好。我在这个花费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些全部几乎都是垃圾废品组成的啦，坏掉的萤幕，手机盒子算一个垃圾吧，这个层架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层架，但它坏掉了，所以它也是个垃圾。所以我整个就是工业风废笔电萤幕。这样你花多少钱？然后我花最多钱就是那个驱动板500块，接下来就是我要更新里面的一些老旧电线，大概花了我20块，这样520，就很棒。这个计划就算大成功，超赞的啊，很省钱呢。客家精神，脖子都硬了。脖子都硬了。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每周6都会更新，记得订阅我们哦。